嗨，各位好，我是就是爱买键盘Joe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今天呢是2024年6月1号，在这个月呢，我们将迎来618这个期间呢，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除了双11之外，入手键盘最划算的时候。但是我相信这时候呢，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该买哪把键盘才好。所以呢，我想借由这次机会，选出10把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键盘。在开始之前呢，要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声明，就是呢，这10把键盘都是我亲自到手入手玩过并拍成影片的。第二点就是这10把键盘都有现货供应，因为就算键盘再好，你买不到，其实也没什么意义。最后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这10把键盘完全来自于我本身个人的推荐，占有相当浓烈的主观色彩。好，废话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今天主题，并且呢，我也要随手开箱这把我刚到手的键盘，来自于爱卢比 I Love B 的 B87，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把键盘能不能挤进我们的 Top 10吧。首先，618键盘推荐的第一把键盘来自于 Mickey 的 M65，然后特别推荐的是暂停营业的特别版。不过说实话，键盘内卷在小配列上似乎不太明显。我原本要推荐的是 RK 的 R65，但是呢，在这波特价期间呢，它现在价格呢已经比我当初购买时还要便宜超过500块了。所以它价格下来之后呢，它性价比就变得非常的高。它有独特的外形、优秀的表面做工，带有这设计呢，还有这好看的音量旋钮，配上呢是 FBB 工作室的暂停营业主题键帽，搭配着还过得去的轴。这个键盘呢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质感，非常适合送给女性友人，是一个低调小清新的文青风。虽然说它还是有些小缺点，像是呢它有明显漏轴，并且它键盘的坡度呢是不可以调整的。不过呢，在这价位买到这种品质的键盘，绝对是非常值得、非常划算的。这就是我们推荐的第一把 Mickey 的 M65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看它打字音，并且来进入第二把键盘吧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 7% 配列，最推荐的呢就是来自 WOB 工作室的 Renny 与75。基本上在这配列能推荐的键盘不多，不过并不是因为它键盘出的少，而是因为与75这把键盘在这配列上可以说是一档独大的存在，比它好的没它便宜，比它便宜的没它好，可以说是入门全铝合金键盘第一推荐。与75呢在淘宝上已经卖出了超过5万把，然后网络上介绍跟宣传已经是多到不行了，实在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。不过呢，它那把键盘缺点不外乎就是它的前高稍微高了一点，使用上可能会需要手托。然后呢，就是它的电池开关在键帽的下面。不过呢，这也只是鸡蛋挑骨头，它各方面都非常全面，基本上没什么缺点。然后推荐的版本呢是低配跟中配版，搭配的是紫微轴。如果你不知道该买哪把键盘，买与75就对了。就算你不喜欢呢，上网卖掉也可以卖到一个不错的价钱。所以无脑冲就对了。第二把与75，好，就让我们听打字音进入下一把键盘吧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最喜欢的键盘品牌就是 Keevers， 他们家推出的 Infi 75跟 Infi 100，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。不过呢，他们之前键盘价格都偏高，直到呢，他们今年推出他们的 Infi 75 Lite， 真的是主打便宜、高性价比，有自己的设计，相当不错的做工，3模 RGB 热插拔搭配还不错的键帽，之前价格是在台币1500块左右。不过呢，这次618呢，价格又再往下探了几百块钱。这把键盘抱怨最多就是它的轴体，不过 Keevers 呢，真的也非常听消费者的意见，买他们家的 Infi 75 Lite 还会额外赠送80颗的轴体。1000块出头就可以获得带设计、带旋钮、声音手感好的键盘，并且还送额外80颗轴体。卖掉的话可以顺势回血一波。不过键盘本身还是有些缺点，像是它的前高有点过高，然后2.4率接收器的收纳有点诡异。不过呢，在1000出头的价位可以获得这样的键盘，其实也真的非常无敌了。来自 Keevers Infi 75 Lite。在主打适合打游戏的键盘中，有2把键盘特别突出，分别来自 VGN 的 V75X 以及脉从的 Z75。它们2把呢，基本上都等比例复刻 ROG Acer 的伴侣设计，然后主打非常低的键盘延迟，所以我觉得那2把键盘都非常值得推荐。不过呢，从它们当中硬要选一把的话，我会选择这一把 V75X 的极地弧版本，搭配指尖文创的热升华键帽，以及有声段落轴 Tier 0水准的极地弧轴，手感非常爽快，声音非常清脆，搭配硬反馈的 Gasket 结构。虽然说我不打游戏，但是单凭颜值以及手感，这把键盘还是非常推荐。就让我们听听看它的声音表现吧。
接下来让我们进入80% TKL 的推荐。基本上呢，这个配列被脉冲家独占呢，分别是 K87以及 GX87。在这边呢，我将合在一起讲，因为除了他们键盘是同一家生产之外，并且呢，这两把键盘使用的内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只差在外壳跟轴体的不同。K87呢是一个带自己设计的环绕半圈的氛围灯带以及分离的电池仓，外形真的非常好看。而 GX87呢是一个做工相当优秀，但是外观完全没有设计的一个铝合金键盘，最低配版呢都是1500块台币左右。但 K87使用的轴体比较好，是风信子轴，而 GX87呢是使用比较低阶的雾蓝轴。个人感官 K87的声音跟手感略好，而 GX87呢手感稍微硬了一点，然后轴体的杂音也比较大。不过呢，在这相同的价位，两把键盘都有各有各的好，一个主打设计，一个主打质感，实力在伯仲之间，基本其他80% 的键盘完全没有插手的余地。像是这把艾卢比的 B87，声音跟手感呢都比不上脉冲的那两把键盘，所以87件 TKL 的配列推荐的就是脉冲的两把键盘 K87以及 GX87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把键盘的表现吧。接下来进入98配列的键盘推荐。我相信这个配列呢，应该是最符合大众需求的一个配列，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在使用键盘的时候呢，最右边还是有小数字键盘。相较于其他配列的一家独大，98配列呢可以说是百家争鸣。其中推荐第一把呢，就是来自富林的 OG98。市场上复古的键盘其实真的也不算少，但是能做到符合现在审美的听感跟手感的，其实真的不多。其中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富林的 OG98系列，他们家还有87跟104的配列，也都是非常推荐。这把键盘从包装设计到配色还原度真的非常的高，但键盘的结构呢也是 Gasky， 轴体呢也是用相当不错的轴，我觉得是在复古以及现代中间找到最不错的平衡点。键盘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，唯一可以说的是，由于它加大边框的设计，导致周围的按键区按压起来会有一些空腔音的产生。不过呢，这也刚好符合那种复古键盘的味道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对复古键盘有爱好的话 ，OG98是你绝对不可以错过一把好键盘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听看这 OG 的打字声吧。看完复古之后呢，就让我们来谈谈最现代的键盘。其实有蛮多厂商在键盘上印有2次元小姐姐的图案，但设计得好、CP 值高的键盘其实真的也不多。其中做到最出类拔萃的呢，我就是瓦尔基里的 VK99系列，就是因为98键盘比较大，可以供设计者设计他们想要的图案，同时有更多空间可以放入旋钮跟萤幕。加上它的配列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2U0的数字小键盘，是结合游戏以及办公的一把键盘。虽然整把键盘结构都是塑胶的，但在萤幕旋钮以及装饰板的金属搭配上，让我感到相当惊艳。然后它5面热升华的键帽呢，设计质感真的相当不错。整体设计的元素算有点多，但搭配起来我个人觉得也算是和谐，并且它5个配色分别搭配不同的轴体，最新的吕布跟赵云他们的轴体都相当不错。如果你是2次元爱好者，这把键盘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提供给你这么多选择，至少有一个小姐姐你一定会喜欢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看它具体的声音手感表现吧。如果呢你在寻求是一把适合办公用的键盘，我在这边推荐 SKN 的青龙 4.0， 一样是一个2U0的类98配列，搭配一个音量旋钮，搭配它比较朴素简单的学院风格，并且在 4.0 当中更新了键帽以及它的无线延迟技术，同时用来打游戏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搭配它手感非常顺滑优秀的烈焰红轴，提供一个非常优秀舒适的打字体验，并且它的 Gasky 结构跟一般量产键盘是不一样的，是比较接近客制化键盘那种软弹手感，个人觉得是非常独特的，建议大家都去尝试看看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把到手即用的办公适用键盘， SKN 的青龙 4.0 是你不二的选择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青龙的声音吧。俗话说得好，好酒沉瓮底。我们先来到第10把键盘，这把键盘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98配列键盘，没有之一，就是这把来自 VGN 的 S99。然后这是低配版，搭配的是阿尼亚轴，价格是不到1500块台币。然后最近呢，它出了铝合金外壳的版本，大概多了300-400块钱。这把 VGN 的 S99呢，可以说是全方面最平衡的一把键盘，从键帽、轴体跟设计，个人觉得都恰到好处，并不是它有哪一点特别的特殊，而是各个零件之间的搭配，我个人觉得是最完美的。这个卷王系列的键帽配上这个阿尼亚轴，以及这
这个稍微有点过时的内胆，手感非常有韧性，声音非常的清脆，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声音跟手感。虽然说正面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设计，背面呢也只有些许的金属跟塑胶的拼接，但是我觉得它拼接的颜色跟大小之间比例非常的协调。这把键盘在淘宝上已经卖出了超过7万把了，销量真是非常好。这把呢我已经忘记它是我第几把了。然后这把键盘呢是我非常便宜的价格收来的，因为它是坏的，我也只是买来收藏，这就代表我真的很喜欢它。就让这把键盘来作为今天的收尾，让我们听听它的打字音吧。这10把呢，应该是我玩过近100把键盘当中，我个人最喜欢的。这边也跟大家澄清，并不是最好的，而是我个人主观上最喜欢的。因为当初在整理这个推荐名单的时候呢，我掐指一算，大概算出了大概有30把键盘可以推荐给大家。但是后来又觉得呢，如果30把都推荐的话，基本上整都没推荐，因为身为观众的你，还是不知道该买哪一把。因为现在键盘内卷的情况，好的键盘真的是太多了，特别是这半年来，除了 S99之外，其他每一把都是在近半年来推出的。这个键圈迭代更新速度真的是快到难以想象。所以这次618呢，真是相当不错入手机械键盘的好时刻。键盘选择非常多，而且每个键盘性价比都非常高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，基本上都可以获得满足。不过呢，这边也要特别分享一下这个 Top 10键盘的一些 Honorable Mentions， 一些遗珠之憾。首先呢，就是 Leopold 的 Hi8 以及 Shortcut Studio Bridge 乔75，单纯以键盘表现而言，他们绝对是可以入选 Top 10的。只是呢，现在无奈买不到。我其实更喜欢他们胜于与75。然后呢，还有现在类9R配列的天花板 Infi 100，平常时候呢也真是买不到。还有之前我抢不到的 Crush 80。所以如果大家在二手市场看到有这些键盘的话，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618键盘推荐合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键盘呢？我觉得呢，买键盘主要还是考量需求以及价格，看你要什么配列，并且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买它。然后今天推荐键盘呢，我觉得在外形、性价比、声音、手感上都有一定的水准。不管入手哪一把，我觉得你都不会后悔。不过如果你不幸后悔的话，你也可以联络我，我时不时还是愿意吃这些回头草。所以在这边也祝大家在618期间呢，能够顺利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键盘。我是就是爱玩键盘就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